收了银子就想金盆洗手，老子找了你整整1年，这债你今天得还。我躲在阴暗的阁楼里，死死攥着手里的西洋千里镜。嫁了人，自然要牺牲，不想再接这种活了。牺牲？你这种尤物，躲在这陋巷里，嫁个杀猪的，真是暴殄天物。屏风后传出一声布帛被粗暴扯断的裂响。我叫陆平安，是个靠代抄经书糊口的落魄书生。我便染上了一个怪癖，偷窥对门的夫妻生活。柳如烟是个极美的女人，身段风流，白净的瓜子脸，而她的丈夫郑大郎是楼下开肉铺的屠户。我曾以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无奈，可现在千里镜里的画面彻底击碎了我的幻想。那男人从袖口摸出1两碎银，随手扔在凌乱的被褥上。柳如烟半点没恼，熟练地将银子塞进枕下。我浑身冰了，楼下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娘子，刚剔的里脊，给你炖汤喝。柳如烟转过脸，便冲着楼下娇滴滴地应了一声，而我面前的千里镜里正清晰地映出那个男人临走前回头露出的冷笑。半个月后，我把那只西洋千里镜死死封进了床底。直到那天，我去书坊交活，撞见了一个卖绣品的姑娘，一双手却因为常年刺绣布满细小的针眼。书坊老板克扣她的绣品钱，她急得直掉眼泪，却一句话也骂不出来。我气不过，搬出大明律例，硬生生替她讨回了3000银子。从那天起，芸娘看我的眼神就变了，我们顺理成章的好上了。芸娘不嫌我穷，偶尔还瞒着家里给我带些肉包子。她极为保守，哪怕在我那间破阁楼里独处，最多也只红着脸让我拉拉手。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她比对面那个柳如烟干净千百倍。平安哥，我哥说了，只要你拿得出188两的聘礼，我就能嫁你。我们村都要200多两呢，我哥已经是疼我了。188两，这数字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狠狠割在我的喉管上。我起早贪黑抄写1个月，也赚不到2两银子。我家徒四壁，去哪弄这188两？送走芸娘后，我失魂落魄地瘫坐在阁楼的冷板凳上，深秋的寒风顺着窗缝灌进来，冻得我骨头缝都在疼。鬼使神差的，我又翻出了那只千里镜，架在了窗棂上。屋里那个叫沈玉郎的高瘦男人又来了。多久没来了？是不是在哪个勾栏院里把老娘忘了？沈玉郎一把捉住他的手腕，眼神骤然发狠，猛地一巴掌扇在柳如烟脸上。臭婊子，少拿娼妇的腔调跟我说话！我手里有装1本万利的生死买卖，现在就差3000两银子打点。柳如烟被这一巴掌扇得跌倒在床榻上，白净的脸上瞬间浮现出5道鲜红的指印。她非但没叫喊，反而连滚带爬的抱住沈玉郎的小腿。玉郎，你别生气，我给还不行吗？这可是你说的。沈玉郎蹲下身，粗暴地捏住他的下巴。这笔钱砸进去，不出3个月就能翻10倍。到时候我接你回苏杭老家，八抬大轿娶你做正房夫人。我这几年在郑大郎身上刮下来的脂膏，加上当年接客攒的提己钱，凑一凑刚好3000两。柳如烟眼底闪过一丝疯狂，全在我这里，一文不少。我明日一早就去通源钱庄兑成银票，你后天夜里来拿。听到3000两3个字，我握着千里镜的手猛地一哆嗦，喉咙干涩的像吞了一把沙子。3000两，郑屠户每天在楼下把骨头剁得火星四溅，1斤猪肉才赚几个铜板，他把全副身家和命都交给了这个女人。这女人转头就要把钱砸给一个嫖客，而我为了区188两聘礼，连心爱的姑娘都娶不回家。次日清晨，我死死盯着对面，柳如烟起了个大早，拉着郑屠户一起出了门，直到晌午，柳如烟才独自回来，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用油布裹紧的沉重包袱。她做贼心虚的拴死房门，将3沓银票分装进3个牛皮纸袋，快步走到墙角那个废弃的干水缸前，咬着牙挪开沉重的缸体，将纸袋塞进了下方的暗格里。刚藏好，楼下就传来了郑屠户的喊声：“娘子，刚烧好的红烧肉，快下来趁热尝尝。”来了当家的。柳如烟迅速整理好裙摆，匆匆下了楼。就在她下楼的那一瞬，我猛地抓起桌上的匕首，我熟练地挑开老旧的门栓，闪身溜了进去。我边红了脸猛地一推，底下露出一个暗格，3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一把将它们抓出来，塞进怀里，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这是偷，但我赌柳如烟绝不敢报官。这钱本就是她背着丈夫准备私奔的赃款，以郑屠户的脾气，绝对能把她打死。我哆嗦着手将砖块复原，把干水缸推回原位，脚底抹油，溜回了自己的阁楼。整个下午，我像个活死人一样缩在被窝里，死死抱着那3个纸袋。3000两银票够我娶10个芸娘，够我在这京城买下一座3进大宅院。入夜后，对面屋子亮起了烛光，透过窗户的剪影，我看到郑屠户和柳如烟相拥着。柳如烟今晚格外主动，娇笑声隔着半条街。她根本没去检查那个干水缸底下的暗格。这一夜，我双眼熬得血红。第3天上午，一抹鬼祟的身影准时溜进了后巷。他一进屋就急不可耐地扯住柳如烟的袖子：“钱呢？快拿出来！急什么？”柳如烟白了他一眼，扭着腰肢走到干水缸前：“你可记着你发的毒誓？”说着，他吃力地推开干水缸，弯下腰，半个身子探进暗格里摸索。柳如烟的动作突然僵住了：“摸什么呢？快点拿出来！”柳如烟猛地直起身，白净的脸瞬间惨白如纸。她像疯了一样把暗格里的砖块一块块抠出来，连指甲劈裂渗出鲜血都浑然不觉。没有了，怎么会没有了？她跌坐在地上，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沈玉郎脸上的急切瞬间凝固，他大步挂上前，一把推开柳如烟，除了几团沾满灰尘的蜘蛛网，什么都没有。他缓缓站起身，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死死盯着地上的柳如烟。玉郎，你听我解释，我前天亲手放进去的，进贼了，肯定是进贼了。进贼！沈玉郎怒极反笑，一脚重重踹在他的心窝上。你当老子是3岁的小儿好糊弄？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起来。我没有，我连身子都给你了。臭婊子，敢爽老子！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根牛皮软鞭，啪！一道血痕瞬间在他脸上炸开。商队的契书老子都签了，今天要是拿不出钱，老子连命都没了。我躲在对面的阁楼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幕。猛地传来郑屠户一声震耳欲聋的暴喝：谁在上面？木门被郑屠户一脚踹碎，木屑崩得满地都是。我透过千里镜看到那扇摇摇欲坠的房门后，沈玉郎正惊慌失措地提着裤子，连滚带爬地往窗台窜。柳如烟凄厉地尖叫一声，整个人缩在床角。郑屠户那柄杀猪刀在月光下泛着令人胆寒的青光，他双眼充血，像头被激怒的野猪。当家的，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解释你娘！郑屠户抡起满是黑毛的巴掌，柳如烟整个人凌空翻了个身，重重撞在墙上，口鼻瞬间喷出血来。沈玉郎此时已经跨上了窗台，他回头看了眼郑屠户手中寒芒毕露的大刀，连外袍都顾不得拿，纵身一跃，扑通一声，重重摔在了后巷的烂泥里。我猛地收回千里镜，一拳一拐逃命的脚步声，郑屠户扑到窗边，对着夜色咆哮，杀猪刀在门框上狠狠一劈，说：银票呢？老子存的3000两银票呢？柳如烟原本绝望的眼神，在听到银票2字时，他顾不得脸上的剧痛，疯了一样爬向那个端水缸。此时的我正死死捂住怀里的牛皮纸袋，老子存的3000两银票呢？没有了，当家的，真的没有了！惊得胡同里的老鸭扑哧乱飞。我躲在阁楼的阴影里，贱人，你把钱给了奸夫，还要演戏骗老子！紧接着是沉重的闷响，像是沙袋被狠狠灌在地上。我哆嗦着手，从灶台底下掏出那3个沉甸甸的牛皮纸袋，3000两，这是郑屠户10几年一刀一刀割出来的命，也是柳如烟卖笑求财的底牌。我咬咬牙，起身从床底翻出一个布包，将银票层层包裹。我悄无声息地挪向房间一角，那里供奉着我那早亡父母的灵位。爹娘，保佑孩儿娶媳妇。掀开灵位后的夹层，将钱死死塞了进去。透过窗缝，我看到郑屠户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条生锈的铁链，正一圈圈缠在柳如烟的脚踝上。钱找不回来，你就一辈子烂在这个屋里。手里那把杀猪刀上的血迹还没干透。柳如烟像一滩烂泥瘫在地上，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个空荡荡的暗格。第二天清晨，郑屠户并没报官，他若无其事地打开肉铺大门，杀猪刀依旧在案板上剁得震天响，只是那双眼时不时地扫向周围的每一座阁楼，尤其是我这间唯一正对着他家窗户的阁楼。平安哥，你听说了吗？云娘拎着一小包碎米，急匆匆地推开我的门，她的小脸因为激动显得红扑扑的。我强压下心头的狂跳，放下手中的毛笔，故作镇定地抬头。遭贼！这太平世道，谁敢偷郑屠户那个杀心？听说是柳氏那个婆娘招来的。云娘压低声音凑过来，说柳氏在外面偷汉子，不仅被郑屠户堵在了床上，还把郑家存了10几年的银票全卷跑了。现在郑屠户把人锁在后院，打得半死不活呢。我心里冷笑一声，柳如烟这是想挖沈玉郎当替死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叹了口气，状若无意地拉住云娘的手。云娘，聘礼的事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再给我半个月，我一定去你家提亲。云娘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她局促地绞着衣角。平安哥，你要是实在拿不出，我也能等。就是我哥那边，他说镇上的沈员外也相中我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沈家这是要广撒网啊！沈家那是个火坑，你千万不能去。3天后我就带着银子去你家。送走云娘，我站在窗前，正对上楼下郑屠户的目光。他正站在肉铺案板后，手里攥着一根白生生的猪大骨，用力一掰，咔嚓一声，骨头断裂。他盯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指了指楼上，做了个请的姿势。我刚踏进肉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扑面而来。陆书生，稀客啊！郑屠户抹了一把围裙上的油污，手里那把杀猪刀在案板上磨得铮铮响。这几天你抄书抄了情，连楼都没怎么下吧？我后背瞬间爬上一层冷汗，手心全是滑腻的汗水。我勉强挤出一个笑，指了指空荡荡的背篓，笔秃了，出来换2只。郑大哥，今儿这肉瞧着新鲜。郑屠户冷哼一声，猛地将刀剁进肉里，他那双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瞳孔。新鲜？再新鲜也没昨儿晚上的事儿新鲜。那贼不仅偷了老子的钱，还偷了老子的脸。你那阁楼高，昨儿晚上就没瞧见什么不该瞧见的？我喉结上下滑动，大脑飞速转动。这时候自证清白就是找死，必须把水搅浑。早起去书坊的时候，在后巷口捡到了个玩意。说着，我从怀里摸出一块玉佩，这成色，这纹样，正是沈玉郎平日里总挂在腰间显摆的那块。郑屠户一把夺过玉佩，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沈玉郎浑身的肌肉因为极度愤怒而剧烈颤抖，他猛地拔出案板上的杀猪刀，反手一刀砍在旁边的一扇死猪身上，整条猪被硬生生劈成了2半。他在哪儿？郑屠户提刀出门，杀气腾腾。听说沈公子常去城西生死战转悠。我退后半步，低头遮住眼底的冷光。郑屠户像头疯了的野猪，提着刀直接撞向城西，撞进了城西的生死战。我远远地跟着，看着那些伙计被吓得四散奔逃，里面就传来了沈玉郎杀猪般的惨叫。沈玉郎被郑屠户像死狗一样拖了出来，他那张原本白净的脸已经被扇成了猪头，左耳被刀尖划开了一道大口子。玉佩在老子后巷捡的，你还敢抵赖？郑屠户反手又是一耳光，我真不知道什么3000两，是柳如烟，就被郑屠户一脚踹在了心窝子上。周围聚拢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我混在人群里，冷眼看着沈家的门脸被郑屠户砸得稀烂，沈家在旧世界的名声彻底臭了。沈玉郎这辈子都别想再碰柳如烟，而我
趁着全城的注意力都在这场闹剧上，悄悄回到了阁楼。我取出那3两银票，指尖在宣纸的质感上摩挲，这种掌握命运的感觉，比抄100年经书都要痛快。我换上一身簇新的直多，洗净了指甲缝里的墨迹，又从当铺换了一担像样的彩礼。余娘，我来了！我拎着沉甸甸的银子，走在通往城外赵家村的小路上，晚霞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当我敲开云家大门时，赵大虎正蹲在门口抽旱烟。他看到我那一担子厚礼，先是一愣，随即缓缓站起身，那双浑浊的小眼里闪过一抹贪婪。他露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微笑，牙齿在夕阳下白得渗人。平安妹夫，动作够快的。赵大虎吐出一口浓烟，那双像死鱼眼般的眸子在彩礼担子上反复剐蹭，最后定格在我鼓囊囊的袖带上。他嘿嘿干笑2声，侧过身子让我进屋。屋里光线很暗，一股经年累月的霉味混杂着香灰的气息。云娘局促地站在堂屋角落，看到我的一瞬，眼里闪过狂喜，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聘礼在这儿，整整188两，1分不少。赵大虎没看钱，反而盯着我的脸看。平安兄弟，你是读过书的人，我妹子在咱们10里8乡是绝了迹的好货色，这点钱提亲够了，但想带走人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钱不是都定好了吗？你还要什么条件？赵大虎猛地一拍大腿，凑到我耳边，我要你在结婚那天把郑屠户也请来，还得让他把那婆男柳如烟也带上。我心里猛地一沉，袖子里的指尖瞬间冰冷。他提郑屠户干什么？难道他看出了什么破绽？郑大哥跟我有些交情，请他不难，可柳氏被锁在家里，怕是不好出门。只要你陆平安开口，他郑屠户肯定给面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力道沉得像块磨盘。去准备吧。我走出赵家村的时候，后背的汗毛根根竖起，一回头，赵家那破败的老屋像是一头蹲在夜色里的怪兽，而云娘正站在那怪兽的喉咙里，拼命地冲我挥手。郑屠户疯了。自从沈玉郎被打跑后，他每天都在肉铺里自言自语，那把杀猪刀被他磨得只有指甲盖那么薄，透着阴森森的蓝光。陆兄弟，你要成亲了？他眼里布满了血丝，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像是被火烧干了精气的枯柴。我把请帖递过去，声音平稳。赵家村的云娘后天成亲。郑大哥，你是我的贵人，这席面你得做主位。郑屠户接过红得扎眼的请帖，突然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主位？好，老子一定去。我非得在那天找点红喜事冲成晦气。大虎哥特意交代，想请如烟嫂子也一起沾沾喜气。郑屠户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死死盯着请帖上的名字，半晌才阴恻恻地回了一句：行啊，他不是爱热闹吗？我带他去。带他去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大场面。我走后，郑屠户转身进了后院，随后院子里传来了沉重的铁链拖行声，以及柳如烟低沉如野兽般的呜咽。回到阁楼，我死死关上门窗，手心里全是冷汗。赵大虎要见郑屠户，郑屠户要去发泄，这2个疯子聚在一起，绝对不是为了喝喜酒。我再次取出千里镜，看向对面的肉铺，只见郑屠户正蹲在院子里，往柳如烟的嘴里硬塞着什么东西。柳如烟拼命挣扎，却被他死死掐住脖子，一张原本俏意的小脸涨成了紫黑色。吃饱了，后天好上路。我握着镜筒的手剧烈颤抖，心里那个阴暗的想法疯狂滋长。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把这局做得再大一点。3000两银子还没捂热乎呢，我怎么舍得死？婚礼当天的清晨，就是街被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我穿上大红的新郎官袍，胸前戴着一朵巨大的红绸花。铜镜里的我，脸色苍白的像个死人，唯有那双眼睛透着一种濒死挣扎的狠厉。陆兄弟，恭喜啊！郑屠户来了，他穿了一身玄色的劲装，袖口扎得死紧，腰间没带刀，但那股子从骨子里渗出来的血腥味，隔着3步远都能闻到。在他身后，跟着一个浑身裹在黑色斗篷里的女人。女人步履踉跄，斗篷底下都会传来清脆的金属碰撞声，那是铁链锁在骨头上的声音。如烟嫂子这时病了，见不得风。郑屠户一把拽过斗篷，柳如烟那张脸露了出来，她的嘴紧紧闭着，眼神空洞，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我不敢细看，翻身上了那匹瘦弱的红马。出发吧！接亲的队伍敲锣打鼓的出了城，一路上郑屠户始终紧跟着我的马，那双布满血丝的眼死死盯着前方。到了赵家村，村口竟挂满了白灯笼，那是为了挡煞故意刷了白漆的红灯笼。赵大虎带着一众壮汉等在门口，他们个个抄着家伙，眼神阴沉。妹夫，接亲来了。目光越过我，死死锁在了郑屠户身上。郑屠户也停下了脚步，右手下意识地摸向后腰。东西呢？命在这儿，你自己来拿。郑屠户冷笑一声，猛地掀开了柳如烟的斗篷，铁链哗啦一声落在了赵家村那坚硬的黄土地上。斗篷滑落，柳如烟露出的不仅仅是那张惨白的脸，她的怀里竟然死死抱着一只用红绸裹着的木匣子。赵大虎看到那木匣子，眼神瞬间变得极其贪婪，他猛地一挥手，身后的几个壮汉立刻呈扇形散开，隐隐封住了我们的退路。妹夫，别怪哥哥不讲情面。赵大虎盯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这聘礼是一码事，这命钱又是另一码事。我坐在马上，浑身冰冷，这哪是结婚，这分明是分赃。沈玉郎是你的人？我咬着牙问道。沈公子，他不过是帮我在这旧市街探路的狗罢了。可惜那蠢货被郑屠户打断了腿。郑大哥，3000两银票，你老婆偷了这么多年，也该还债了吧？郑屠户猛地吐出一口唾沫，指着柳如烟大骂：你想要钱，温着贱人去！老子存的银票全被他换成了这一匣子的碎肉。咔吧一声，木匣被郑屠户生生掰开，竟是一堆被切成碎丁的已经发黑腐烂的猪肉。柳如烟此时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猛地冲向赵大虎，却被铁链扯住，重重地摔在泥地里。他张开嘴，露出断掉的舌根，疯了一样摇头。柳如烟竟然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颤颤巍巍地写下了5个大字。那一刻，空气仿佛静止了，所有人的目光，赵大虎的贪婪，郑屠户的错愕，壮汉们的凶狠，全都像毒箭一样射向了我。我坐在高头大马上，感受着胸前那朵红花被风吹得乱颤，
像极了我在灵位后藏下的那3沓银票。陆平安，是你？郑屠户的声音在颤抖，那是极度愤怒后的死寂。他缓缓转过头，那双原本看向柳如烟的杀意，此刻全部凝结成了最毒的钩子，勾在了我的脖子上。赵大虎眯起眼，烟杆在掌心一下下敲击着。妹夫，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我看那也只是3000两里的一点零头吧。我此时的大脑飞速运转，冷汗顺着鬓角滑进了红色的新郎袍。写错了，他疯了，他在离间我们。就在这时，芸娘突然冲了出来，手里却提着一把沉甸甸的尖刀。她径直走到我马前，抬头看着我，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冷静。平安哥，我哥没说错，那188两银票的冠号我认得。我爹为了这叠钱丢了命，我等了他整整10年。轰隆一声，我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个响雷。赵大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像丢垃圾一样扔向郑屠户。郑大哥，你也只是个糊涂虫。郑屠户低头看着地上的血字，又抬头看看我，突然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他从后腰猛地拔出一把短刀，一把泛着幽蓝光芒的匕首。3000两，老子的命谁也带不走。赵大虎一挥手，做了他，钱在屋里搜。几个壮汉怪叫着冲了上来，我猛地一连马缰，兽马惊嘶一声，后蹄乱蹬。就在这混乱的一秒，我看到芸娘举起了那把尖刀，不是对着郑屠户，也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正狂笑着的赵大虎。他笑了，牙齿在阴沉的暮色下闪着冷光。哥，这188两够给你买副好棺材了。话音未落，尖刀已没入赵大虎的后心，鲜血顺着尖刀的血槽喷涌而出，溅了芸娘半张脸。赵大虎不可置信的扭过头，嘴里发着呵呵的声音，像台破风箱。他那双贪婪的小眼死死盯着自己的亲妹妹，手还徒劳的想要够到我马上的聘礼。哥，这银子姓陆的拿的，你拿不得。芸娘笑着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她猛地拔出尖刀，赵大虎那魁梧的身躯像截烂木头一样栽倒在泥地里，抽搐了2下便没了动静。围在四周的壮汉们瞬间炸了锅，个个面露凶光，手里的短棍砍刀齐刷刷的指向芸娘。吃里扒外的贱人，做了他再抢银子。一直沉默的郑屠互动了，他手里那把泛着幽蓝寒光的匕首像是夜色里的流星，那领头汉子的喉咙便多了一道细细的红线。谁敢动老子的钱，老子就让他去投胎。郑屠户在柳如烟身前，满头乱发飞扬。我坐在马上，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爬。芸娘转过头，带血的指尖轻轻划过我的靴子。平安哥，下马吧，咱们还没拜堂呢。那双原本清澈的眼底，此刻全是令人心悸的疯狂。他身后是赵大虎还在冒烟的尸体和一群虎视眈眈的亡命之徒。我翻身下马，腿软的几乎站不住。拜堂？我盯着芸娘手里的血刀。你杀了你亲哥，就为了这几个官银官号？芸娘娇笑一声，反手将刀插进靴筒，一把攥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冷滑腻，像是刚从冰库里捞出来的死鱼。哥？他算哪门子的哥？他不过是这采生帮里专门负责诱杀肥养的杀千刀罢了。平安哥，你以为你是唯一的那个？去年这个时候，这院子里也拜过一次堂。新郎官现在就埋在后山的歪脖子树下。我猛地打了个寒噤，这赵家村哪是什么避风港，分明是一处披着红绸的屠宰场。此时，郑屠户正和那几个壮汉缠斗在一起，一身蛮力和杀人的准头也惊人。陆平安，带着贱人走，去屋里拿酒来，火烧了这贼窝。柳如烟被他拖在地上，铁链哗啦啦响个不停。他那双眼死死盯着我。突然，他猛地挣脱郑屠户的手，疯了一样扑向芸娘。两个女人瞬间滚作一团。柳如烟用指甲死命地挠着芸娘的脸，钱是我的，我的。芸娘被压在身下，脸上瞬间多出几道血槽。她反手一巴掌将柳如烟掀开，眼里露出一抹狠厉，猛地从怀里掏出一包白粉，对着柳如烟便撒了过去。白粉漫天散开，柳如烟惨叫一声，捂着眼睛在地上疯狂打滚。郑屠户见状，扔下对手想去捞柳如烟，却被两个壮汉从背后死死抱住了腰。带钱进屋。芸娘尖叫一声，拽着我的红绸花就往屋里拖。其中一人从怀里摸出一只鼓哨，用力一吹，尖锐的哨声划破夜空。村子里本就阴暗的土房里，陆陆续续亮起了绿茵的火把。一群又一群拎着铁叉、短刀的村民正沉默地围拢过来。这些哪是什么农民，全是披着人皮的采生劫匪。我被芸娘连拖带拽地拉进了堂屋，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厚重的门板被外面的撞击声震得土屑乱掉。平安哥，别怕，喝了这杯合金酒，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暗红色的液体在杯中晃动，散发着一股甜腻的让人作呕的味道。我盯着那杯酒，脑子里全是刚才柳如烟在地上打滚的样子。芸娘，你哥已死，钱在我这儿，带我走。芸娘摇了摇头，那双带血的眼睛满是病态的痴情。走，去哪？这方圆百里都是采生帮的眼线，喝了它，你就再也不会疼，也不会累了。他一步步紧逼，杯沿已经碰到了我的嘴唇。我看着他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赵大虎的血肉，心一横，伸手接过了酒杯，酒水顺着喉咙灌下去，苦，极度的苦。我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手里的酒杯摔得粉碎，视线开始变得模糊。芸娘那张俏脸在我眼前渐渐重叠、扭曲，最后变成了一张狰狞的鬼面。平安哥，睡吧，睡着了，这世间的债就清了。芸娘温柔地摸着我的脸，可她的动作却极其利索，伸手就去摸我腰间的银票。我闭着眼，强忍着胃里翻江倒海的痉挛。其实那酒我只吞了一半，剩下的全藏在舌底，趁他不注意吐在了红袍的领口里。这是我在抄经书时学会的保命招数。这3000两官银总算凑齐了。芸娘的声音变得冷酷，哪还有半点刚才的娇弱。我听见她起身走到了窗边，对着外面低声说了一句：“动手吧。”一个不留，外面传来了郑屠户的怒吼，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和柳如烟支离破碎的哭声。要倒了，等会儿扔进后山地窖，等督主派人来验身。芸娘的声音毫无波澜。督主，
我后背的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衫，我死死咬住舌尖，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感觉到有人拎起我的脚踝，像拖死猪一样把我往后躺拽，地板上的木刺扎得我后背生疼。我听见那人一边拖一边嘟囔：“这细皮嫩肉的书生倒是可惜了。”我被扔进了一个潮湿阴冷的土坑，四周全是腐烂的味道，是死鱼混合着陈年腐肉。我微微睁开一条缝，借着地窖口漏进来的微弱月光，看清了周围。这地窖里横七竖八堆着几具尸体，从他们的穿着看，有行脚的商贩，也有背着书香的学子。云娘和那个壮汉就在地窖口。这批货色不行，督主那边要的是药引子，不是这些烂肉。壮汉的声音透着不满。那个书生是罕见的生辰，又是读过书的，灵气足，督主一定满意。云娘冷哼一声，等收了这笔赏钱，我就能回京城做我的大小姐了。大小姐，你还是先把这3000两藏好吧。两人争执着走远，地窖的木板被沉重的盖上。我猛地坐起身，一阵眩晕袭来，差点让我栽倒在尸堆里。我拼命地扣着嗓子眼，将残余的药液吐了个干净。怀里的千里镜硌得我生疼。我摸出这只西洋玩意儿，凑到地窖木板的缝隙往外看，外面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赵家村的村民正围着火堆载歌载舞，火堆中央，郑屠户被反绑在木桩上，身上被割得血肉模糊，而柳如烟，她竟然跪在云娘脚下，正疯狂地吞食着地上散落的馊饭。疯了，全疯了！我浑身发抖，手却无意中碰到了地窖墙角的一块凸起，那是一块被磨得极其锋利的青石板。我像只地鼠一样，用青石板疯狂地挖掘着地窖边缘的软土，手指甲崩裂了，鲜血和着泥土凝成黑块。我感觉不到疼，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杀了他们。不知挖了多久，地窖上方传来了脚步声，去看看那书生死了没？督主的人快到了。我心跳骤停，猛地翻身躺回尸堆，将一具冰冷的尸体压在自己身上，闭气装死。地窖木板被掀开，一道光柱照了进来。云娘拎着灯笼，缓缓顺着梯子爬了下来。我感觉到她的呼吸离我越来越近。平安哥，别怪我狠心。她伸出手，指尖在我脖颈的动脉处探了探。就在这一瞬，我猛地睁开眼，蓄力已久的右手抓起那块锋利的青石板，照着她的脖子横向一抡，噗嗤！云娘瞪大了双眼，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血泡声。她想尖叫，却只能喷出一股股滚烫的鲜血。我像头发疯的野兽，翻身将她扑倒在尸堆里。双手死死掐住他的喉咙，直到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彻底失去了神采。我从他怀里摸出那3沓血迹斑斑的银票，又捡起他落下的尖刀。你说的对，我不该贪图美色。我顺着梯子爬出了地窖，外面的火堆已经燃尽，只剩下暗红色的余烬。郑屠户耷拉着脑袋被挂在木桩上，生死不知。而那些狂欢的村民大多醉倒在院子各处。柳如烟缩在墙角，正抱着那只装满碎肉的木匣子。我悄无声息地摸进正屋，赵大虎的尸体已经被拖走了。我看到了一口巨大的红漆棺材，这应该就是云娘为我准备的归宿。我冷笑一声，举起尖刀，正要往里扎，却发现棺材缝里渗出了一缕黑色的长发。我小心翼翼地推开棺盖，里面躺着的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者，他双眼被挖去，舌头被割掉，扭曲成一种诡异的姿势。但这老者的脸纵然已经毁得不成样子，我却在瞬间如遭雷击。这眉眼，这耳廓，我猛地从怀里掏出一只珍藏的父亲遗像，那是我6岁那年父亲进京赶考前留下的唯一纪念。画中人意气风发，而棺中人已如枯木，可那眉心的那一颗朱砂痣位置一模一样。爹！我喉咙哽咽，声音颤抖得不成调子。棺中老者像是听到了什么，残缺的身躯猛地一震，那双空洞的眼眶里竟然流出了2行血泪。我没时间悲痛，因为村口已经传来了沉重的马蹄声，那是东厂的人到了。我咬着牙脱下大红的新郎袍，胡乱抹去脸上的血迹。我必须带我爹走，即便他现在只是一具残破的活尸。谁在后堂？门口传来一声厉喝，我心头一紧，反手抓起一瓶火油砸在红漆棺材上，随后火折子一吹，呼，火焰瞬间腾空而起。我背起父亲那轻得像羽毛一样的身躯，从后窗一跃而出。走水了，有人接球！呼喊声此起彼伏，我顾不得许多，借着夜色的掩饰，钻进了后山的密林。身后，赵家村陷入了一片混乱。郑屠户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他挣断了绳索。老子的银子，还老子的银子！而柳如烟，他站在火场中央，手里攥着一截手指，咯咯地笑着。我背着父亲在山林里深一脚浅一脚的狂奔，身后的火光渐渐远去，直到我累得瘫倒在一条溪水旁。他那枯瘦的手死死抓着我的衣袖，他在我手心里用尽最后的力气划下了一个图案，那是一把千里镜，周围环绕着8个方位。父亲在我怀里断气了，他走得很平静，我亲手把他埋在了溪水边的老槐树下，没留碑，只压了3块青石。从今天起，你没爹了，也没家了。起身后，眼神里的软弱彻底消失殆尽。我摸出那3000两银票，这些钱上沾满了郑屠户的汗、柳如烟的泪、云娘的血，还有我父亲的命。这笔账得找东厂算。但我现在的身份是个死人，陆平安已经死在了赵家村的地窖里。我回到了城郊，在那间漏雨的小破庙里，我见到了一个人，柳如烟，她竟然没死，而是半脸焦黑的趴在神像后。看到我，她没有尖叫，而是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随后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张揉皱的名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排在首位的正是那个叫沈玉郎的人。沈公子是东厂派来的饵，他诱我下水骗郑大郎斩钱，全是为了给督主凑足这3000两药引费。他指了指名册底部的一个红印，陆平安，你以为你偷了钱是赢了？这钱上熏了子母追踪香，东厂的猎犬半炷香就能咬断你的喉咙。我心里一惊，猛地闻了闻那些银票，确实有一股极淡的桃花味，那是东厂秘制的引路香。我看着手里的银票，突然笑了起来。追踪香，好啊，那就让他们追个够。我看向柳如烟，她那张半毁的脸在昏暗的灯火下显得格外阴森。我知道她想干什么，她想报仇，想让那个骗了她身心又害她家破人亡的沈玉郎死。郑大郎呢？我问。
死在那群狗杂碎刀下了。柳如烟语气冰冷，她最后一口气是咬着一个番子的耳朵断的。我默然，我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在柳如烟面前晃了晃。想报仇吗？跟我做场大戏。第二天，京城内城的生丝行突然传出一个惊天消息：沈家的大公子沈玉郎在一夜之间暴富，每天晚上都会传出女人的惨叫以及浓烈的桃花香味。我穿着一身粗布麻衣，混在围观的人群里，手里举着千里镜，死死盯着沈宅的高墙。墙根下，几个穿着皂靴、腰挎绣春刀的汉子正悄无声息地散开，而已经洒下去了。我身边的乞丐压低声音说了一句：“那是柳如烟。”她化了丑妆，身上披着破麻袋，谁也认不出她是当年的旧世界一枝花。沈宅的大门猛地被撞开，领头的番子厉喝一声：“沈玉郎，事发了！”我蹲在斜对面的屋顶上，千里镜里清清楚楚映出沈玉郎那张惊恐绝望的脸。他被两个番子像拎小鸡一样从酒池肉林里拽了出来。各位大人，冤枉啊！这钱是有人送上门的。沈玉郎哭爹喊娘，裤裆湿了一大片。那些所谓的贵人送来的银票，我利用沈玉郎的弱点，让柳如烟找了几个江湖骗子带走，去地牢慢慢找。番子们下手极狠，当场敲碎了沈玉郎的膝盖，看着他像死狗一样被拖走。柳如烟在巷子里发出了一声阴冷的笑声。该下一个了。我收起千里镜，眼神冷冽。借着东厂扫荡沈家的混乱，我潜入了沈家的密室。沈家这些年靠着东厂的阴币，做了不少丧尽天良的生死买卖。密室里的账本和信件堆得半人高，我一页页翻过去，直到在一封密信的落款处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火漆印。那是一个八荒图腾，和我父亲临终前划下的图案一模一样。原来沈家也是隐官的一脉，我心头狂震。难道我陆家所谓的灭门惨案，其实是隐官内部的一场大清洗？信中提到了一个地方，京城百草阁。深夜的百草阁，药香扑鼻。我换上一身得体的账房打扮，揣着半卷残破的账本，走进了后院。掌柜的，这是沈家今年的药引子清单。我低着头，故意露出袖口那个若隐若现的八荒标记。胖掌柜原本还在打瞌睡，看到那个标记，整个人猛地打了个冷战，手里的茶盏啪嗒一声摔了个粉碎。他惊疑不定地盯着我，半晌才颤声问道：“你是哪一房的？”“陆家平安扣。”我吐出4个字，这是我父亲唯一留给我的代号。掌柜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猛地起身，将后院大门反锁，拉着我钻进了药柜后的密道。“你疯了！陆家已经绝户10年了，督主找了你们10年，你居然还敢回来？我爹在赵家村地窖里活了10年，这笔债总得有人还。”掌柜的瘫坐在地上，汗珠子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那是沈家干的，是沈玉郎的爹，为了讨好东厂，亲自把你爹送进去的。他颤抖着指了指密道尽头的一个铁盒，那是陆老头当年拼死藏在这里的，里面没钱，只有一叠画，就知道天下的肉是怎么长的了。我大步上前，掀开铁盒，只有一张张工整细致的人皮图谱，图谱上标满了京城各大官员的府邸。暗道这哪里是图谱，这是大明的命根子。我盯着那些人皮图谱，手在剧烈颤抖。他分明是这大明朝最恐怖的测绘师，隐官一脉测的不是山川河流，而是这世间的愈合与死穴。这东西督主想要很久了，当年沈家没搜到，所以才留了你爹一命，整整折磨了10年。我合上铁盒，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现在这东西是我的了。刚走出百草阁，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空气中那种桃花香味浓烈到了刺鼻的地步。我被包围了，街角、房顶、阴影处全是穿着黑衣的番子，领头的一人缓缓摘下斗笠，那是一张极其英美的脸，下巴尖削，眼神阴鸷。陆贤侄，找得我好辛苦啊！你那死鬼老爹骨头太硬，我想着你这细皮嫩肉的后生总该识时务吧。我爹死的时候没叫一声。我盯着他，右手已经扣住了怀里的千里镜，嘴硬没用，拿了东西我可以保你进东厂做个长班，否则……他话音未落，我猛地举起千里镜，但这只千里镜已经被我改装过了。我对着阳光猛地一扭，轰！一道刺眼的白光喷薄而出，伴随着浓烈的烟雾。沈万全发出一声惨叫，捂着眼飞速后退。我趁着掩护，一脚踹翻面前的番子，接着对地形的掌控翻进了一口枯井。枯井底接通着京城的排水暗道，我在暗道里疯狂穿行。等我爬出地面时，已是内城的中心地带。这里张灯结彩，正筹备着太后的寿诞。我躲进一家名为看戏楼的废弃阁楼，这里是京城最高的建筑之一，视野极好。我架起千里镜，看向刚才逃离的地方。沈万全正气急败坏地处死那几个番子。柳如烟像个幽灵一样出现在沈万全身后，他手里拿着那把尖刀，猛地刺入了他的后心。老东西，沈玉郎在牢里等你。沈万全转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身体缓缓软倒。大仇得报，柳如烟也没想活。他捡起沈万全落下的软剑，横在颈间，对着我这个方向微微点了点头。陆平安，替我看个好人间。血花四溅，我死死攥着千里镜，眼眶通红，却没流一滴泪。旧世界的人死光了，他们全都死在了这3000两银子的漩涡里，而我现在是这个漩涡中心唯一的生还者。我走进了内城最豪华的绸缎庄，掌柜，把你们这最贵的料子都拿出来。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百草阁掌柜给的底单，那是陆家藏在钱庄最后的10万两本金。当我换上一身冰蚕丝的墨绿长袍，头戴羊脂玉冠，腰系玲珑环佩时，镜子里那个落魄书生彻底消失了，一个气质尊贵、眼神深不可测的陆先生。我搬进了内城一套3进的大宅院，就在东厂衙门的对面。每天早晨，我会坐在花园的阁楼上，用镶嵌了宝石的千里镜慢条斯理地观察着东厂内部的一举一动。谁进去了？谁出来了？谁手里拿着什么文书？谁的表情透着慌乱？我是个家财万贯、背景神秘的生死巨贾，在他们不知道的暗处，我正根据父亲的人皮图谱，一点点剪断东厂伸向民间的触角。此时，东厂大门缓缓打开，几个番子抬着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走了出来。那是沈万全。我端起一杯清茶，抿了一口，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沈大人，这出戏才刚到转场，
我摊开那张从沈家搜出来的画像，画像上的男人穿着龙袍，眼神却阴鸷的像条毒蛇，那不是当今皇帝，而是东厂真正的幕后主子9000岁。我折好画像，将其投入炭盆，火焰升腾，照亮了我冰冷的瞳孔。东厂刑场落下来的死囚，一口气买2个。陆先生真是好兴致，手里2根粗长的铁链猛地一拽，2个浑身污秽、满脸血痂的身影扑通跪在了我那汉白玉铺就的照壁前。我端坐于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吹开茶碗里的浮沫。左边那个是断了双腿、满头乱发的沈玉郎，右边那个是半脸焦黑、眼神呆滞的柳如烟。在那场大火和乱刀中，他们本该死了，但我用了整整1万两银票买通了东厂的监斩官，用2具流民的尸体把他们从鬼门关拉到了我这宅子里。死太便宜他们了。从今天起，男的去马厩刷马，女的去后院洗那些沾了血的脏衣服。记住，在这宅子里只有规矩，没有名字。沈玉郎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他那双曾经只爱摇扇子、摸银票的手，此刻正颤抖着抠进地缝里。他抬起头，似乎想看看这位救他性命的陆先生到底是谁。我微微低头，眼神戏谑地落在他那张扭曲的脸上。看清楚了吗，沈公子？我猛地起身，将滚烫的茶水直接浇在了他的头上。陆平安，你没死！我一脚踩在他的手背上，狠狠一碾。我是陆先生，是你的主子。沈公子，你那3000两银子花得爽吗？你那沈家大宅烧得香吗？饶命，陆爷饶命！都是我爹干的，跟我没关系啊。后院里，柳如烟听到动静，像具行尸走肉般抬起头。他看到我的一瞬，原本呆滞的目光里竟透出一丝解脱。他张开嘴，露出那截被郑屠户割断的舌根，发出嘶哑的呜咽。带下去，锁好。我拿出手帕，仔细擦净靴尖上的血迹。接下来的半个月，沈玉郎每天要在马厩里徒手清理马粪，而柳如烟每天要洗几百件浸了冷水的粗布袍子，双手烂得连骨头都能看见。我放出了风去，说京城新崛起的生丝大贾陆先生手里有一批东厂急需的官字号蚕丝。不出3天，东厂的大门悄悄开了一道缝，一个戴着金标冠的公公在一众番子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踏进了我的陆府。陆先生，听说你手里有咱们督主急要的东西。那双涂了豆蔻的指甲在梨花木案几上轻轻敲打，我轻轻拍了拍手。沈玉郎此时正拎着粪桶，战战兢兢地从门廊经过。魏三爷淡淡地扫了一眼，皱起眉头，这等肮脏下人，陆府也不嫌阿扎，一个废物罢了，留着听个响。我微微一笑，从袖子里摸出一张丝绸样本，那上面隐隐浮现着只有皇家内库才能用的酸泥织法。魏三爷只看了一眼，屁股就离开了太师椅。督主最近为了给太后寿辰备礼，正愁找不到这云锦酸泥。陆先生，开个价吧，我不缺钱。我放下茶盏，指了指马厩的方向，我要东厂在旧市街的那10间肉铺，还有……我顿了顿，语气变得极其阴森，还有当年在赵家村办事的那几个番子的脑袋。魏三爷的脸瞬间沉了下来，阴恻恻地看着我，你这是在教东厂做事？我没说话，只是对着阴影里做了一个手势。一阵凄厉的惨叫突然从后院爆发，柳如烟不知什么时候冲了出来，她浑身湿透，手里死死攥着一只生锈的黄铜千里镜，那是我故意丢在后院水井边的。她疯了一样对着魏三爷的方向又直又滑，眼神死死锁在魏三爷腰间那块玉佩上。魏三爷脸色大变，猛地拔出腰间软剑，哪来的疯婆子，给老子砍了！魏公公息怒，我身形一闪，挡在柳如烟身前，反手夺过那只千里镜。这女人疯了，总说她见过督主的印章，还说在那千里镜里看过公公您的家书。魏三爷的动作生生顿住，若是让9000岁知道，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陆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只是想请公公看一场戏。我凑到他耳边，低声吐出几个字，上面记着公公这些年私吞的30万两。魏三爷扑通一声坐回了太师椅。陆爷，您想要什么？我退后半步，指了指柳如烟，又指了指马厩里满脸惊恐的沈玉郎。我要他们亲眼看着他们背后的靠山是怎么一根一根把自己的骨头拆了喂我的。魏三爷走的时候，连轿帘都没敢掀，旧市街的10间肉铺全部挂上了陆字的招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番子，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是10颗血淋淋的人头整整齐齐地摆在陆府的门槛上。沈玉郎吓得尿了裤子，瘫在马粪堆里，像滩烂泥。而柳如烟，她竟然咯咯地笑出了声，一边用那双烂掉的手去抓那些人头。我换上一身月白色的锦袍，站在阁楼上，用千里镜俯瞰着整个内城。生丝市场已经乱了，我手里握着全京城唯一的酸泥井，都得提着重金来求我。沈家的余孽还没清干净，沈万全在外地还有个私生子沈天笑，已经带了500精兵，正星夜兼程杀回京城。耶！沈天笑到城门口了。我放下千里镜，指了指马厩里的沈玉郎，把他洗干净，换上沈家大公子的衣服，速动去城门口迎接他的好弟弟。我要让他们亲兄弟演一出好戏。城门口狂风卷着黄沙，刮得旗帜猎猎作响。沈玉郎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华服，他抖得像片秋后的枯叶，眼前的500铁骑正带着冲天的杀气。领头的男人沈天笑生得一副狼子野心。哥，你怎么落到这副田地？沈天笑狂笑着翻身下马，他一把揪起沈玉郎的领子，一股子畜生味。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天笑，救我！快带兵杀了那个陆平安！沈天笑反手一记耳光，直打得沈玉郎满嘴喷血。废物！沈家既然倒了，那这沈家的家主就该换个有种的来当。他猛地回头看向城楼之上，我正端坐在城楼的阴影里，手里摇着一把白玉折扇。沈二公子远道而来，不进城喝杯喜酒吗？沈天笑盯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陆先生的酒怕是掺了血吧？血自然是有的。我一挥手，城楼下突然整齐划一地亮出了500张强弩，每一支弩箭的箭头上都缠着一枚印有东厂标记的红绸。沈天笑的脸色瞬间变了。东厂的弩！沈天笑瞳孔收缩，那500名私兵也齐刷刷的往后退了半步。陆某不才，承蒙魏三爷看得起，借了这几把弩来守个门户。
我慢条斯理的从城楼上走下，每走一级台阶，沈天笑的气势就弱一分。沈玉郎此时像条死狗一样爬向沈天笑，却被沈天笑一脚踹开了丈月。既然是魏公公的意思，沈某自然遵命。但这沈玉郎是沈家血脉，我要带走处家法。带走可以，但有个规矩，他欠我马厩10桶粪没刷干净，拿1万两银子，你把他领走。沈天笑气得肺都要炸了。陆平安，你别太过分，过分！我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册子，在沈天笑眼前一晃，这是你西北商路勾结外族的证据。你说这1万两银子是买命贵还是买粪贵？沈天笑的冷汗瞬间湿透了战袍。1万两银票，沈天笑是咬着后槽牙交出来的。他像拎牲口一样拎起沈玉郎，带着500铁骑，灰溜溜的钻进了内城，却不知道沈玉郎的肚子里已经被我塞进了一颗钉子。回到宅子，柳如烟正坐在回廊下，对着那面千里镜发呆。陆爷，魏公公请您过去一趟，说是督主想见您。9000罪，那个大明朝真正掌握生死，让我陆家灭门，让我父在地窖受尽折磨的元凶。我整了整袖口，从怀里摸出一张人皮图谱的残页，那是专门用来对付太监的极恶风学法。爷，太险了，那是龙潭虎穴啊！龙潭虎穴也要去闯一闯。我冷笑一声，眼神看向镜中，陆平安已经死过了，现在回来的是索命的鬼。走进东厂大门时，魏三爷正战战兢兢地等在廊柱下，他压低声音对我说：“陆先生，等会儿见了督主，千万别提沈家的事。督主最近在练一种返老还童的邪功，脾气大得很。”返老还童，我心中一凛，难怪余娘当初说东厂要的是药引子。东厂的地宫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丹汞味和血腥气。9000岁坐在层层沙漠之后，只能看见一个模糊而瘦削的身影，他手里不断把玩着2颗玉球，发出沉闷的碰撞声。陆平安，沙哑的像砂纸磨过的声音传来。草民陆平安参见督主。我俯身下拜，掌心却死死扣住了那枚特制的银针。陆家隐官测尽天下，却测不到自己的死期。沈万全那个废物留了你一命，倒是给本座送来了一个最好的药。督主说笑了，草民献上的酸泥井才是真正的长生之药。沙漠被风吹开一角，我看见了一张脸，满是褶皱，苍白如纸，但双眼却像鹰隼般锐利。酸泥井固然好，但比起你那一身的陆家血脉差远了。猛然间，四周的阴影里飞出无数条细长的铁链，直扑我的四肢。我身形暴退，却发现脚下的石板早已陷落，整个人瞬间被铁笼困在了中央。魏三，你做得很好。魏三爷从阴影里走出，那张谄媚的脸上此刻全是得志的狂妄。陆先生，对不住了，督主的大事比我的家书重。铁链穿透我的琵琶骨，鲜血瞬间染红了白衣。9000岁缓缓走到铁笼前，用那只干枯的手挑起我的下巴。隐官的血配上沈家提供的生丝精气，这长生丹今晚便能成了。他身后的鼎炉里火焰正烧得通红。督主，你真的以为你吃得下去吗？死到临头还要嘴硬？9000岁冷哼一声，伸手去抓我的喉咙。就在这一瞬，我猛地张开嘴，舌底那枚隐藏已久的银针带着破空声直射他的眉心。叮！9000岁反应极快，反手一弹，银针贴着他的耳尖飞过，定在了石柱上。陆家的小畜生，找死！他勃然大怒，一记重掌轰在我的胸口，我喷出一大口血，整个人撞在铁笼上，但我却笑了，笑得极其狂妄。魏三，看你的脚下！魏三爷愣了一下，猛地低头，只见刚才喷出的那些血迹竟然在地面上迅速蔓延，勾勒出一个巨大的八荒图腾。轰！巨大的火舌从地宫缝隙里猛然喷出，整座东厂地牢瞬间陷入了火海，地宫坍塌的轰鸣声震天动地。火光中，我借着爆炸的推力，硬生生挣断了琵琶骨上的铁链，剧痛让我眼前阵阵发黑。但我知道，这是唯一的脱身机会。9000岁被浓烟包裹，那身华贵的蟒袍被烧得千疮百孔。魏三，给本座杀了他！魏三爷哪还顾得上杀人，他正抱着头在乱石中左右突围。我翻身滚进早就预留好的排水渠，顺着恶臭的水道一路冲向了内城的护城河。当我再次浮出水面时，东厂的方向已经染红了半边天。我拖着残破的身体爬上岸，一双绣花鞋停在了我的面前。是云娘，不是毁了容的柳如烟。身边站着的竟然是本该远在西北的沈天笑。陆平安，你还是赢了。他手里握着沈玉郎的人头，随手扔进了河里。沈玉郎想卖我求荣，被我亲手砍了。沈天笑盯着我，你给他的那个药方是毒药，对吧？我虚弱的咳嗽着，吐出一口血沫。那是隐官的绝户计，谁吃谁死。沈天笑沉默了半晌，收起长枪，对着我深深一揖。陆先生，沈家欠你的，今日我不杀你，你走吧。我隐姓埋名，住进了京城最高端的会馆听风楼。现在我是陆会长，身份是富可敌国的海外侨商。为了引蛇出洞，我花重金请来了当世第一名医苏神医。此人有个怪癖，只救将死之人，且诊金只要万金之数的生丝。我知道9000岁在地宫大火中虽然没死，但一定被我的灵毒伤了肺腑，他绝对坐不住。果不其然，这天午后，一个全身裹在斗篷里的神秘人敲开了我的房门。苏神医在吗？苏神医在研制长生药，不见客。神秘人掀开斗篷，露出一张被烧毁了大半的脸。他跪在地上，咚咚的磕头。陆老板，求您通融，督主快不行了，只要能救督主，半个东厂的家产都是您的。我冷笑一声，从屏风后递出一张单子，把东厂在南方的所有丝绸港口全部转到陆家名下。魏三颤抖着接过单子，看清上面的天文数字后，整个人都瘫了。不给，那他就只能等死。一张张地契，一张张商约，源源不断的送进了听风楼。9000岁为了活命，正亲手剥开东厂的皮。我看着手中原本属于东厂的权力版图一点点变色，心中没有快感，
只有刺骨的寒冷。那些曾经仗势欺人的番子，现在成了我的护院；那些曾经克扣百姓的铺子，现在成了我的金库。但这还不够，我要当着9000岁面，彻底撕碎他的认知天花板。这一天，苏神医宣告要成，9000岁被秘密抬进了陆府。他躺在软榻上，眼神里满是对生的渴望。药呢？给本座。我从怀里掏出一颗乌黑发亮的丹药，那是用最下等的猪血和火药混合而成的毒丸。督主，吃之前，请您看样东西。我举起那只经过我特殊改装的千里镜，对准了他的眼睛。那不是千里镜，那是一个微型的万花筒，里面刻满了我父亲临终前在地窖里画下的惨状。那些被挖眼割舌的亡魂在镜筒里疯狂旋转。啊！我的眼！9000岁像个疯子一样挥舞着双手，试图驱散眼前的噩梦。你是陆德顺的儿子？我缓步走上前，一脚踩在他的胸口，手中那颗毒丸毫不犹豫地塞进他的嘴里，强迫他吞了下去。督主，这药的名字叫轮回，吃下去你会感觉到浑身的血管都在逆流，就像你当年对我爹做的一样。9000岁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喉咙，身体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着。魏三在一旁看傻了眼，他刚要呼救，就被我埋伏在四周的家丁死死按住。魏公公，别急。我转过头，笑得极其灿烂。你的那封家书我已经送到了锦衣卫指挥使的桌上。魏三的脸色瞬间从白转青，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断绝。门外突然传来了整齐划一的甲胄撞击声，东厂督主阴谋篡位，铁证如山。领头的指挥使大步跨入，看都不看地上的9000岁一眼，转头对我微微拱手：“陆先生，多谢。”我看着9000岁像条死狗一样被拖走，突然觉得这内城的空气终于清爽了那么一点。锦衣卫接管了东厂，我被赐予了内城第一富商的称号。沈天笑带着残部退回了西北，临走前给我送来一封信，上面只有一个字：福。我坐在陆府最高的阁楼上，面前摆着2只酒杯，一只是我的，另一只是空的。爹，你看到了吗？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楼下，柳如烟正披着华丽的狐裘，神情恍惚的在花园里扑蝴蝶。爷，皇宫里派人传话，说是陛下最近龙体欠安。我握杯的手微微一顿。皇帝也是父亲图谱里最终的红圈。我放下酒杯，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去告诉皇上，陆某只会做生意，就得拿天下的丝绸来换。我转过身，千里镜再次举起，镜头的焦点是那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陆半城，圣上想要你的眼，也想要你的命。手里捏着一枚通体浑圆的龙眼大珠，他叫葛长生，是大内第一炼丹师，眼神里满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悲悯。我端坐在主位，手里依旧把玩着那只改装的面目全非的黄铜千里镜。葛仙师，圣上想要的从来都不是命，而是这大明朝的长治久安。9000岁练歪了功法，那是他蠢。仙师今日亲临，莫非也是为了那颗轮回丹？葛长生冷笑一声，手中的龙眼大珠猛地往案几上一拍，咔嚓一声，坚硬的梨花木案几瞬间崩裂。那大珠竟然像有灵性一般，顺着裂缝流向我的指尖。少废话，交出8方图谱，圣上许你一个长生侯，否则今夜这陆府便是一座活人冢。我看着那颗游动的大珠，这种利用磁石引力的江湖小戏法，在我眼里无趣透了。我猛地举起千里镜，将镜筒一拧，一道极细的冷光直射大珠。仙师，您的灵珠好像碎了。大珠在碰到冷光的瞬间，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尖笑，随即竟然冒出一股浓烟，化为了一滩黑水。葛长生脸色巨变，猛地倒退3步，不可置信地盯着那滩黑水。你用了什么药法？这是老夫炼了甲子的玄瓷珠，这不是妖法，这是道理。我缓缓站起身，指了指窗外的月光，这光也是能杀人的。葛长生眼底闪过一丝狠厉，他猛地一挥袖，4名背负长剑的童子闪身而出。陆平安，你以为杀了个9000岁，就真的能在这内城只手遮天了？你不过是个会点奇技淫巧的木匠，是吗？我拍了拍手，阁楼的屏风后缓缓走出一个身影，那人穿着一身残破的红袍，半边脸被烧得焦黑，手里拎着一把生锈的杀猪刀，是那个被我彻底驯化成杀人机器的郑大郎。杀了他！我指了指葛长生，郑大郎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像头疯牛一样撞向了那4个剑童。郑大郎的刀法极乱，却极其有效，他每一刀都奔着童龟鱼进去，2名童子的长剑便被杀猪刀硬生生震飞，鲜血溅了一地。葛长生看傻了眼，他自诩仙师，从未见过这种暴力。疯子，全是疯子！他猛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符纸，往空中一抛，刹那间，阁楼里狂风大作，那符纸凭空燃起一团巨大的火球。陆平安，陪这些畜生一起烧成灰吧！巨大的火球直扑我的面门，我没躲，只是淡淡的吐出3个字：火灭了。我猛地推开千里镜的后盖，里面特制的石灰粉受压喷出，精准的笼罩在火球之上，火焰骤然熄灭，只剩下一股灰铺满了葛长生的脸。葛长生被呛得剧烈咳嗽，他那张脸此刻像个滑稽的白面小丑。不可能，这是老夫感应天地得来的圣火。葛长生瘫坐在地上，他的世界观正在崩塌。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仙师，您感应的不是天地，是您那鼎炉里的灵粉和硝石。我爹在赵家村地窖里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您还在皇宫里骗皇帝的赏赐呢。我从怀里掏出那卷人皮图谱的真迹，在他眼前晃了晃。你看清楚了，这上面记着的不是什么修仙秘籍，而是你们这些大师每一个人的死穴。你每晚子时都要服用的那颗延寿丸，其实是慢性剧毒。葛长生猛地瞪大双眼，手死死抓着胸口。你怎么知道？因为那药方就是我陆家祖上专程为你们这些长生狗设计的。我冷笑一声，示意郑大郎停手。陆平安，你要什么？只要不杀我，我可以在圣上面前保你，封你做国师。国师？我摇了摇头，眼神看向皇宫的方向，那种低级的位置留给你坐吧。我要你带我去见圣上，我要亲手拆了那座万岁山。皇宫深处，御花园的万岁山，老皇帝穿着龙袍，坐在一口巨大的药缸里。他太老了，
皮肤像干枯的树皮，眼神里只有对死亡的极度恐惧。葛长生战战兢兢地领着我走近，那些暗中伏击的影卫都被炸得七零八落。陆平安，你终于来了！老皇帝的声音沙哑，像是在磨砂。草民参见陛下。我微微拱手，并没下跪，那双浑浊的眼死死盯着我怀里的八荒图谱，那上面真的有长生法？有。我肯定的点头，从图谱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但长生的代价是整个大明的气运，陛下，您敢要吗？老皇帝狂笑起来，笑得满脸皱纹都在颤抖。气运，朕都要死了，还有这气运何用？拿来！葛长生在一旁贪婪地看着我，慢条斯理地将那张纸折成一只飞鸟，对着药缸里的火焰一掷。陛下，请看神迹，纸鸟入火，却并未焚毁，反而借着热气盘旋而上，在空中幻化出一幅巨大的山河图。但在每一个龙脉关隘，都有一把血色的杀猪刀狠狠扎入。这是什么？这就是朕的长生法。老皇帝从药缸里站起身，枯瘦的身体在烟雾中站立。这是大明死学图。我负手而立，声音在御花园里回荡。陛下，这些年来，您为了求长生，任由9000岁和葛长生搜刮民脂民膏，这图上的每一个红点，都是一处被你们逼反的州县。一派胡言！葛长生在旁边尖叫：“圣上，这是他在动摇国本，快杀了他！”老皇帝没理葛长生，他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幅幻影图，原本浑浊的眼里竟然透出一丝清明。原来，朕养的不是仙，是鬼。老皇帝颓然坐回药缸，整个人像是又苍老了10岁。陆平安，你给朕看这些，是想让朕杀了这2个妖道，还是想让朕自罚谢罪？都不是。我走到药缸边，将一颗药丸弹进老皇帝嘴里，这颗药能保您3个月清醒。这3个月，您要下一道圣旨，将内库所有的丝绸和官银全部交由我陆家代管。你要当皇帝？老皇帝盯着我，不，皇帝太累，我要当的是这大明江山的掌柜。我转头看向葛长生，眼神里满是嘲弄。仙师，您不是要看奇迹吗？今晚我就让您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遮天蔽日。我再次举起了那只名为天拳的巨型千里镜。此时正是午后，烈日当空。我调整镜片，将数百枚特制的凹面镜在高处布阵。这些镜片是我这些年用尽万金雇佣顶级工匠磨制而成的。陆平安，你要干什么？葛长生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那种感觉比面对皇权还要让他战栗。我要向苍天借一点火，烧尽这满山的虚伪。我猛地一拉机关，数百道阳光被汇聚成一道极细红线，精准地射中了万岁山顶那座道观。没有任何火药，整座道观在瞬间爆发出冲天的火焰，那是纯粹的光带来的毁灭。老皇帝吓得直接瘫在了药缸里，葛长生更是双膝一软，对着我疯狂磕头。神仙，您才是真神仙！我冷笑一声，神仙？不，我只是比你们更懂这光影背后的杀机。火焰中，那座象征着权力和长生的道观土崩瓦解，化为漫天灰烬，洒在了皇家陵院。我回头对着早已看傻了的锦衣卫指挥使下令：葛长生妖言惑众，导致万岁山走水，即刻打入大牢，凌迟处死。葛长生被带走时，嗓子都哭哑了。他那所谓的顶级功法，在那道毁灭的光线面前，脆弱的像张纸。而原本对他崇拜有加的皇帝，现在看他就像看一坨烂泥。陆家成为了大明朝唯一的皇商，掌握所有生丝、官盐和钱庄。我站在金銮殿外，看着那些曾经高不可攀的大臣们，一个个排着队给我送礼。他们眼里的恐惧比当年面对9000岁时还要猛烈，因为他们知道9000岁杀人还要借口，而我杀人只需要一束光。柳如烟被接进了宫，封了郡主。他虽然还是疯疯癫癫，但在这深宫里，没人敢对他不敬。他喜欢坐在御花园里，对着我送他的那只千里镜咯咯笑。爷，东厂的残余势力已经清剿干净，只是西北那边，沈天笑好像有了异动。沈天笑，那个沈家的种，终究还是成了这一局里最后的变数。我摸了摸怀里那张图谱，上面沈天笑的位置正闪烁着红光。既然他想玩大的，那就去西北会会这位战神。我离开京城的那天，天降大雪，老皇帝死在了药缸里，走得很平静。新皇年幼，朝廷大权尽归我手，但我并不留恋这紫禁城，因为真正的神迹不在那龙椅上。我带着3000陆家精锐，带上我所有的千里镜和炸药，直奔西北。沈天笑在黑水城筑起了高墙，号称100万铁骑。他请来了塞外的顶级战术专家苏和，准备利用大漠的风沙和地利。陆平安，你除了玩弄光影和银子，还会什么？他身边的苏和是个满脸胡须的壮汉，手里摇着一把奇形的令旗。沈二公子，我还会一件事，我会让这方圆百里的沙暴都听我的指挥。苏和哈哈大笑，狂妄！风沙乃天地之威，凭你一个书生也想掌控？我微微一笑，转头看向身边的郑大郎。郑大郎，动了那面旗。郑大郎动了，他没有骑马，而是像一只暗夜里的猎豹，在黑水城的城墙下飞速穿梭。沈天笑的箭雨落在他身上，竟像是射中了铜墙铁壁，那是他身上穿着的陆家特制蚕丝铁甲。轰！一声震天巨响，苏和还没反应过来，我手里那只经过深维改装的八荒镜已经对准了他。这不是用来杀人的，这是用来标记的。随着镜弓的指引，远处山头上的投石机精准发力，无数装着特制磷粉的罐子碎在了苏和的马前。火起！我一声令下，整座黑水城外瞬间化为一片火海。这些火竟然顺着风向精准地扑向了沈天笑的骑兵阵。苏和的战术在那这种超越时代的定点打击面前，逃，快逃！苏和丢掉令旗，狼狈逃窜。沈天笑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铁骑在火海中哀嚎，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熄灭。我陆平安杀人从来不靠刀剑，靠的是这天下的事。我跨过黑水城的断壁残垣，走到沈天笑面前。二公子，这一局你输在太相信你的专家了。我指了指天空，此时风暴将至，黑水城的残垣断壁在风沙中发出凄厉的呜咽。沈天笑跪在滚烫的黄沙里，
他那干染血的长枪断成2截，倒插在脚边。他死死盯着我，眼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彻底击碎认知后的空洞。陆平安，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缓缓从马车上走下，孝金的靴底踏在沙砾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手里把玩着那枚已经通体琉璃化的天泉镜，那是刚才汇聚烈阳火光焚尽他500铁器的元凶。我不是怪物，我只是看清了这世界的纹理。我蹲下身，将镜口对准他的瞳孔，让他看清镜筒深处交织的光路。你以为打仗靠的是勇武和阵法？不，靠的是光影的欺骗和热力的迸发。你输给的不是我，是这天地的规矩。沈天笑浑身一颤，猛地呕出一口黑血。他转头看向身后那些被烧成焦炭的将领，突然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规矩，原来老子斗了一辈子，斗的只是影子。他猛地抓起断枪，而是反手刺入了自己的胸膛，鲜血顺着枪杆滴落，迅速被干涸的黄沙吞噬。我站起身，任由狂风卷起我的墨绿长袍。二公子，走好，这西北的沙以后姓陆了。那个自诩顶级战术庄家的苏和，被郑大郎像拎小鸡一样扔到了我面前。被抓出来时，浑身臭不可闻，哪还有半点名士风度？他跪在地上，咚咚的磕头，额头上一片血青。陆爷，陆祖宗，小人有眼无珠，为您管理这西北的商路。我坐在一把从废墟里搬出来的残破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卷沈家的密账。苏先生，你觉得你值多少钱？小人精通兵法，熟知地形，还会6国语言。小人值万金，不，10万金。我轻笑一声，将密账直接丢进旁边的炭火盆。在我眼里，你只值3两银子，那是当年旧世界一个嫖客打发柳如烟的价钱。苏和的脸瞬间变得煞白，他张着嘴，却发不出半点声音。真正的专家是能看穿未来的人，而不是躲在旧纸堆里算计地形的账房。我挥了挥手，郑大郎带他去黑水城的矿区。什么时候他能用石头磨出一块透亮的镜片？什么时候再给他饭吃？苏和被拖走时，嘴里还念叨着什么阴阳八卦，他永远不会明白，他的那些所谓绝学，在我这里连擦镜布都不如。3个月后，我回到了京城，回到了那个最初的起点，就是街。肉铺已经没了，原址上盖起了一座名为窥天阁的玲珑小楼，整条街都被我买了下来，而是全大明最顶尖的工匠和算筹师。我推开顶层的窗户，看着对面的那间破烂阁楼，那里曾经是我窥视柳如烟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杂草丛生的废墟。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正坐在废墟前，怀里抱着一只缺了脚的木匣子，咯咯的笑着。是柳如烟，她不认得我了，只认得她手里那些发臭的碎肉。陆爷，要不要把她接走？老管家低声问。我摇了摇头，让她留在这儿吧，她活在自己的戏里，比我们这些看戏的人要快活。我从怀里掏出一张1000两的银票，随手一撒，银票在风中旋转，正好落在了柳如烟的脚边。她看都没看一眼，只是低头逗弄着木匣子里的灰尘。我收回目光，心里那最后一丝阴暗的涟漪也随之归于死寂。当晚，我在窥天阁宴请了京城所有的豪门掌权长。新皇年幼，这些大佬们本想联手斗个下马威，甚至有人在袖子里藏了毒针。我坐在首席，看着台下这些或是贪婪或是恐惧的面孔，突然觉得一阵索然无味。诸位，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敲了敲桌面，全场瞬间鸦雀无声。你们在想如何分了陆家的家产，如何让东厂死灰复燃。但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的是另一套规矩。我猛地一挥袖，四周的帷幕落下，露出了一圈巨大的经过特殊打磨的青铜镜面。在烛火的映射下，整座大厅瞬间被万千重叠的幻影包围。那些权贵们尖叫着，以为坠入了地府。这叫众生相。我站起身，声音如洪钟大吕。你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贪念，在我的镜子里都无处遁形。从今天起，陆家不参政，不干清，但谁要是动了这大明朝的思路，动了百姓的饭碗，我就让他在这镜子里看到自己被凌迟的下场。几个心怀鬼胎的大臣直接瘫在了椅子上，手里的毒针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这种精神上的绝对驯化，比肉体上的杀戮要持久10000倍。现在喝酒。我举起酒杯，台下百官齐刷刷的起身，动作整齐的像被丝线牵引的木偶。更深露重，我独自一人站在窥天阁的最顶端，怀里抱着那只陪伴了我整整10年的黄铜千里镜。它已经旧了，镜筒上的刻痕记录着我从尘埃爬向云端的一步步血影。我举起它，这一次我没看向邻里的隐私，没看向权贵的丑态，我将镜头对准了遥远的深邃的星空。那些繁星在镜筒里闪烁，像极了父亲临终前留下的血泪。爹，你看，这人间终于清亮了。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靠偷窥来获取安全感。我闭上眼，即便不用这只镜子，我也能感受到千百里外风吹草动的律动。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铜铃响，像是一个新生命的啼哭，又像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咔嚓！我双手发力，这只神器在我手中碎成了2截。我将碎片随手丢入夜色，任由它们坠入那无尽的喧嚣的人间。我转过身，背对着那片曾让我痴迷的繁华，消失在阁楼最深处的阴影里。楼下更夫的梆子声渐行渐远。天干物燥，小心火烛。